明朝京城，皇城威严肃穆，朱元璋负手而立，凝望着遥远的山川。一道象征着荣耀与恩宠的圣旨正跨越辽阔版图被送往北方。很快，朝中上下都知道了这条命令。朱元璋下旨，从今往后，朝鲜为不争之国。寥寥数语便道出了中国与朝鲜非凡的关系。实际上，这种缘分已经延续了千年，而缘分背后隐藏着中朝两国不得不说的故事。身为千年附庸，朝鲜似乎只差一步便可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。在过往的漫长岁月里朝鲜与中国缘分匪浅，堪称忠实信徒，是中国周围不可忽略的一位邻居。明清时期，这种纠葛最为明显。明朝成立没多久，同样刚刚创建了政权的李氏朝鲜创始人李成桂便派遣使者一路南下，叩响了明朝的大门。此行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：认主。朝鲜如此识趣的姿态令朱元璋龙颜大悦，很快便下了一道命令，将朝鲜册封为不争之国。朝鲜人欣喜若狂。朱元璋的这份命令相当于赐予朝鲜的丹书铁券，换言之，明朝大手一挥，这个小弟我收了，朝鲜从今往后由我罩着。就这样，明朝与朝鲜半岛构建出了极为稳固的宗藩关系。直到万历年间，这种宁静的平衡才被打破。原来，故事中出现了另一个重要国度——日本。日本野心勃勃，不甘居于人下，总妄想着成为亚洲的主宰。在欲望的驱使下，丰臣秀吉决定发动侵略战争，而他挑中的第一个软柿子就是朝鲜半岛。在地理位置上，朝鲜半岛紧邻日本，而就经济水平来说，日本高出一大截。丰臣秀吉算盘打得响亮，只要能拿下朝鲜，日本便能从单一的岛国变为同时坐拥大陆与海岸的国家。于是他派出了20万精兵建制朝鲜。可是丰臣秀吉万万没想到，这一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原本关键时刻，朝鲜利用自己藩属国的身份紧急向明朝求援。收到消息后，万历皇帝二话不说，立刻组织了一支10万人的军队向朝鲜进发，给予支援。这一帮就帮了足足7年，耗费了数百万袋物资，令朝鲜避免了亡国的厄运。从那之后，朝鲜对明朝更是心悦诚服，甚至当时的朝鲜国民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大明东平。从字面意义上来说，便是朝鲜甘愿成为明朝在东部的屏障。后来，甚至在清朝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朝鲜人都自诩为明朝遗民，情深意厚，溢于言表。直到历经多年岁月，清朝逐渐完成了汉化的过程，两国才逐渐恢复了真正的宗藩关系。恰逢乾隆盛世，清朝国力空前强盛，转而谋求文化上的影响力。政府逐渐放开了对朝鲜的监管与封锁，给予朝鲜使臣在中原自由活动、传播文化的特权。参观过后，朝鲜使臣撰写《热河日记》，详细描述了清朝的强盛，在国内掀起了北学中国、富国强兵的热潮，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直到鸦片战争爆发，西方列强入侵，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才被迫终止。至此，我们不禁要问一句：朝鲜为何如此听话，甘愿成为中国的附庸呢？其实，这背后的渊源可以足足追溯到1000年之前。给中国当小弟，朝鲜可谓是驾轻就熟。从武王伐纣时期，朝鲜的历史里便铭刻下了中国的基因。根据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记载，朝鲜曾是周武王分封的一个小国，它是隶属于周王朝的一个诸侯政权，远离中央，较为偏远，被命名为箕子朝鲜。然而，虽然远离权力中心，但朝鲜依旧沿用了周朝的各项制度，是华夏文明中不起眼的一环。可是，随着中原的动荡，这种无形的纽带被慢慢削弱。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原各国忙于征战，被孤立于东北方的朝鲜自然无人顾及。史料记载，唯有战国七雄里的燕国与朝鲜依旧维持着一定的联系。后来，秦国灭掉了燕国，接手燕国土地，朝鲜才慢慢回到了中原王朝的视野里。然而，秦朝2世而亡，政权再度更迭，直到汉朝建立，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才重新回到了正轨。汉武帝干了一件大事，那便是设置辽东四郡。辽东四郡出现后，哪怕面积不断变化，但始终与中原的政权保持一致，联系密切。无论是政治亦或是经济，都直接听命于中央，甚至朝鲜自身的命运也与中原王朝有了微妙的契合。汉朝大一统的时代落幕后，中国再次分裂，进入南北朝时期，朝鲜也被遗忘，沦为飞地。在此情况下，朝鲜三国崛起，上演了一段精彩纷呈的争霸故事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非高句丽莫属。相比于其他两个政权高句丽拥有着极其强烈的扩张意识，且兵强马壮。到了隋唐时期，高句丽已经成长为朝鲜半岛上的强国。然而不幸的是，高句丽撞上了盛唐，高句丽的崛起引起了唐朝的忌惮，于是唐朝联手新罗，斩断了高句丽的扩张之路。
与此同时，面对日渐崛起的新罗，唐朝也开启了新一轮压制。新罗成为朝鲜半岛的新代表，与唐朝恢复了正常的邦交。这种密切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了明朝，并且全面升级，形成了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宗藩关系。毫不夸张地说啊，自始至终，朝鲜的历史里始终烙印着中国的身影。既然如此，中国为何不干脆彻底收了朝鲜，让朝鲜半岛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，并非不能做，而是不划算。其实，古代中国完全有能力让朝鲜成为中国东北部版图上闪亮的一点。有人拿隋炀帝举例，用来说明攻打朝鲜的难度。毕竟，隋炀帝3次征伐高句丽，均以失败告终，赔上了整个国家。但实际上，这是隋朝自身不够强大。汉朝、唐朝与明朝的3次军事行动便取得了完美胜利。以汉朝为例，当时魏满朝鲜崛起，在试图取代箕子朝鲜的同时，也对朝鲜产生了威胁。可是汉武帝看穿了魏满朝鲜吞并部族的野心，在魏满朝鲜拒绝了汉朝的归附邀请后，果断出手，仅仅用了1年时间，便将朝鲜人打得心悦诚服。唐朝与明朝的战争也是同理，可见只要中国处于大一统的强盛王朝时期，拿下朝鲜不过是区区小事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战争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。然而朝鲜能够给中原王朝带来的好处却相当有限。简单来说，这也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。一方面，朝鲜地理位置偏远，物资匮乏。朝鲜位于亚洲东北部，气候寒冷，并不适合种植作物，农业耕种条件有限，对农业王朝而言，无法成为储备粮仓。不仅如此，朝鲜距离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都有着不远的路程，这种地域上的距离无形中增加了统治的成本。倘若想要保持中央政权对朝鲜的绝对控制，势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，派遣值得信赖的官员前去管理。最重要的是，军队必须到场。一来二去，光是用人成本便直线飙升，更不必说其他方面的付出。一旦朝鲜成了中国领土，中央王朝就得对朝鲜负责，衣食住行样样不能少。碍于自然条件限制，朝鲜必定也无法为王朝提供可观的税收，大概率还要反过来补贴。最重要的是，朝鲜在古代时期并非军事重镇，也不是交通要塞，完全没有驻军的必要。现如今，朝鲜半岛的地位特殊，是众多大国争抢的咽喉要地。但是古代东西方交流有限，至少在亚洲地区，中国一家独大，不需要利用朝鲜来应对外部危机。哪怕中原王朝当真发生动乱，朝鲜也远水捡不了近渴，地位相当尴尬。与其耗时耗力将军队浪费在遥远的朝鲜身上，不如用来拱卫京师。另一方面，朝鲜与中华文化出现了断裂。南北朝之前，朝鲜并未酝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，但南北朝之后，战争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，朝鲜逐渐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延伸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。尽管朝鲜始终无法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，但心态已经发生了改变。这样一来，又在无形中增加了统治成本，更令中原王朝对周边朝鲜兴致缺缺。唐王朝对新罗的态度，或许是中国与朝鲜关系的最好写照。曾经，唐王朝也与新罗爆发过激烈冲突，但是唐王朝认为没有必要在朝鲜半岛投入太多兵力，弄得民不聊生，两败俱伤，最终依旧以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了争端。对于历代中原王朝而言，收编朝鲜半岛终究只是虚名，最重要的依旧是实打实的利益。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放手才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终极选择。